欢迎回到投资硬总经。自从 DeepSeek 在2025年1月20号推出 DeepSeek R1 模型之后，恒生与国企指数纷纷大涨。但是在这波涨幅的背后，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有得到实质的改善吗？今天这集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中国科技股大反弹的真相。我们先从这波涨势来解析。如果从2025年1月13号的低点开始算起，一直到3月的第一周为止，恒生指数大涨约 30%， 而主要推动指数上升的公司有腾讯上涨了 46%， 阿里巴巴 81%， 比亚迪 45%， 小米 66%， 还有美团的 37%。这5家公司其实也就是2月17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所接见的其中几间公司，其中以阿里巴巴涨幅最为强势。不过根据摩根士坦利的报告与彭博资讯引述的报告来看，外资在2月流入香港股市的资金主要还是以被动型的指数基金为主，主动管理式的基金其实还是呈现撤退的状况。再进一步检视，被动型基金的流入比较温和，整体规模并不大，而且外资持股增加最多的其实是美团、建设银行还有西城等等这几家公司。换句话说，这波大涨的资金来源其实是中国政府所控制的从陆港通南下的资金。这些资金注入股市不一定是看好公司前景而加码股票，有时候也会是政策导向。讲得明白一点，很大的可能是为了领导的颜面。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外销还有内需情况。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短短几个月就对中国课征了 20% 的关税，加上原本的 19%，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关税已经接近 40%。 原本中国在2024年有 40% 的贸易顺差来自美国市场，今年恐怕是无法指望了。如果之后美中的关税战没有缓和，那么中国的外销企业就可能面临严重的危机。不仅如此，2025年中国新增的大学毕业生估计会有1222万人，是史上最多人数。在外销企业面临挑战的情况之下，又多了一大群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连带影响中国的内需消费，恐怕也会是不太乐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政府的支出。不过在继续说明之前，财讯想跟频道会员表达谢意，有很多观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与赞助，或是帮影片按赞还有分享，这些都是我们持续经营的动力来源。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根据总理李强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国的经济成长目标毫无疑问的又会是 5%。然而2025年通货膨胀的目标却从2024年的 3% 调降到 2%。 事实上，陷入通缩的中国，连官方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都只有 0.2%。 在税收可能减少的同时，公共预算支出要比2024年增加 1.2 兆元人民币，达到 29.7 兆元人民币，因此赤字要比2024年多 1.6 兆元人民币，达到 GDP 的 4%。另外，中国还要发人民币5000亿元的特别国债，补充大型银行的资本金，这又比先前提到的1兆元人民币少了一半。同时，又要准备让地方政府发行 4.4 兆元人民币的专项债，进行投资建设，还有土地收除，这比2024年只多了5000亿元人民币。考虑过去1年中国政府债务利息膨胀的规模，以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在2024年10月底提供的130兆元人民币的负债规模估算，只发这一点点债来还利息，只会让政府可运用的资金比起2024年还要来得更为困难。看起来中国政府并没有意图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拯救正在下滑的中国经济。在我们检验了2025年中国的外销、消费还有投资3个层面之后，都看不出来有任何领域可以为发展起来的 AI 应用买单。科技类股大涨所造成的估值膨胀，未来会不会有足够的营运现金流去支撑已经高涨的股价呢？更何况透过新加坡避开美国晶片禁运规定的管道，已经因为新加坡大举逮捕走私而岌岌可危。未来又要怎么进口新的晶片来训练已经遍地开花的 DeepSeek 应用 App 呢？
这些显然都充满了变数。财讯的专栏作家索贝克大胆推论，中国的 AI 泡沫不可能持久，也许在第一季底到第二季初之间，当投资人更了解中国企业不可能有救的营运状态之后，中国的股市又会回到长期该有的下跌轨道行走。不过话说回来，在习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之后，下面的政府部门多少还是会动一下啦。我们可以看到2月28号，人民银行与全国工商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都宣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不过我们也看到座谈会上，阿里巴巴马云坐在第一排，而同样是电商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京东电商执行长刘强东却没有受邀参加，就可以知道是有哪里不对劲。马云的阿里巴巴有发展云计算，算是科技行业，属于习总书记提到的新质生产力，所以可以坐在第一排。而京东就是一个纯电商公司，尽管他们有自己的 App 系统，但却是一个民营电商。虽然是民营企业，却不是一个需要来参加总书记座谈的就职生产力。而就职生产力的未来前景是有问题的，不是习总书记要特别支持的行业。总结来说，仔细分析这波因为 DeepSeek 所带动的中国科技股大涨行情，不管是从结构、外销、内需等等面向来看，未来恐怕都得面临估值过度膨胀，没有足够的营运现金流与高阶晶片的困境。财团粉丝们，您认为中港股市这波大涨的行情还能够延续吗？ A. 可以， AI 的应用遍地开花，能带领股市持续上扬。 B. 不能，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外销与内需都面临考验。 C. 不知道，还需要继续观察。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分享哦，我们下次见。